大家的 Aceson， 今天来跟大家开一场跟这个流放者打的一场比赛。那这个流放者的话，其实用的人不多，所以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要怎么打它。就是它是一只比较独特一点的英雄，因为它有一个很独特的机制，就是它如果打中人的话，不论是对面有没有防御，都直接不能跳。那所以打这个流放者的话，其实最好的那个做法就是不要让他接近你，直接用那个跳跃来跟他拉距离。因为这个流放者的话，他是没有，就是他对于跳跃这个功能是比较弱一点的，就是他那只基本上就是一个站在那边打的英雄。那所以的话，我们尽量用那个跳跃功能来拉开距离。那另一个它的功能性就是，它好像打到一定的那个 combo 之后，就是对面如果敌人吃到那个流放者一定的那个打击数之后，他就不能防御。对，所以基本上如果给他贴到你的身的话，那你基本上就没了。那所以的话，我们就要用那个拉距离的打法。OK。那顺带一提，那个另外一个话题就是，我现在那个影片那个竞技场的影片啊，那个 Leda 的那个 video 啊，现在我加了那个新的音频在那个影片里面，就是大家除了可以在右下角按那个不同国家的字幕之外，我们还可以按不同音频，就是我加了这个没有我的声音的一个音频啊，就是可以直接。大家可以直接听这个打架的这个声音，直接把我的声音移除掉。那这样的话，有些人我知道是喜欢直接听那个打架的那个声音的，所以我特意弄了这个弄了这个选择在里面，那给有趣的观众啊。OK， 那我们回来那个影片啊，来到第2局。那现在的话也是打这些传说英雄，我们就每只英雄我们都要一个对付他的一个打法在里面，就是比如说打刚才那个流放者的话，我们就要拉开距离；我们打这个圣兽的话，我们就要尽量抓他那个防御的那个姿态。那比如说我就会用 break 卡把它打破防。那打梅菲斯特的话呢，就尽量抓他那个空中掉下来那个时刻，不要在空中跟他硬碰硬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梅菲斯特是那个空中其实是蛮强的一只英雄。基本上我跟他硬碰硬的话，我超时空是输70%的，就是我是三成，他是7成。那所以的话，尽量不要跟他空中对战。OK。那这边的话，来到技能阶段了。OK， 说了那么多，又来到技能阶段。这边的话就尽量抓他那个换英雄的轰打。可以，他的技能还没好。那他换自制的话，他应该会我会直接削他一大段血，那就不要直接射过他。没事。哎呦，这个有点怪，这个不过没关系。我们还有技能可以反击。那现在我其实就是我记得我这个阶段我很喜欢用那个披风，对这个法老披风，就是我现在挺喜欢用的一件装备，我觉得挺好用，所以在做那个竞技场里时候我也蛮常会使用的。这边应该 OK 了。OK， 那来到第3回合，那第3回合呢也是前期先压制一下。那这个我的可能是伺服器的问题啊，两边的网络都好像不太好。就是我看他应该是印尼的本地玩家，他好像也是四个网络，我就不停在4跟3这个网络里面跳来跳去，那就对于这个超时空是一个不利的那个状态啊。因为超时空的话，其实就如果对面网络比较差，或者是我的网络比较差的话，基本上就会抓不到人了。那所以这局的我打的比较吃力一点，那我就尽量把它打到地下之后，就用那个黑马来击啊，尽量打那个输出出来。所以这个就是我没有那个超时空抓不到人的那个做法。这边的话抓到地下 ，OK。刚才就像刚才所说，打那个梅菲斯特，就要抓他掉下来的一瞬间，像那刚才一样。
OK， 那这边的话其实做不到，没关系，我们换那个英雄打输出，这个小心点。哇，他用那个午夜的话就有点麻烦了，因为这个网络状态加午夜的话就很难抓，真的很难抓。那直接开起来，没事，OK 做到，那应该直接开，OK 打下去也行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应该直接开那个盔甲。那虽然他的还没开头盔啊，但现在的话，就技能换技能对我来说是这个时刻是比较有优势啊。OK， 不要怕。OK， 那这边打下去，直接开盔甲吧。还没。那我应该是这边，我应该是打算直接用基本功把他那个血量消掉，消到死为止。那应该是我会，这边可以开了，逼着他披风。那如果逼到披风的话，他就没有那个春秋秘籍可以开了，那我就不用担心他记的那个续航力的问题。可以这边直接用盔甲，没事，我有披风。那应该我的春秋秘籍好了。我前期那个开技的那个环节好像还没开披风，这边的话封到，那直接拉距离射他下去。OK， 可惜这个距离拉得不够远。那个拉距的原因就是像这个一样啊，就是像刚才那个情况一样，它有个午夜。OK， 那我现在围起来了，那基本上应该是赢了。OK， 最后的话第一下，谢谢。